最近这2天啊，大家都在盯着南亚次大陆，为啥呢？因为2026年的5月7号是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哎，各位还记不记得，去年这个时候，也就是2025年的5月，巴基斯坦和印度在天上结结实实的干了一仗。没错，就是那场震惊世界的印巴5月空战。这不知不觉都1周年了呀。按理说打输了的一方1周年纪念日你应该窝在家里面闭门思过吧？但是各位，那可是印度呀，哪怕是被打得鼻青脸肿，也得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我用脸重创了敌人拳头。所以就在这1周年之际印巴双方又隔着边界线开始疯狂飙话了。咱们先来看看这2个老冤家是怎么隔空喊话的。先看看巴基斯坦这边巴方的发言人原话是怎么说的：如果印度还敢有啥非分之想，我们将以比2025年5月更强的实力、更高的精度、更坚定的决心直接扇回去。哎，各位品品这话里的潜台词是什么呀？就是三哥，去年我怎么揍你的，你忘了？今年你要是敢炸刺，我换个更粗的棍子接着揍你。这就叫底气这就叫人狠话不多呀。那反观印度这边呢，莫迪老仙儿在7号当天也发表了讲话。他是怎么说的？我们打击恐怖主义并摧毁其支持性生态系统的决心一如既往的坚定。各位听出来了吗？巴基斯坦是指着你的鼻子骂，你要是敢来我就打你。而老仙儿呢，老仙儿在那疯狂的顾左右而言他，喊什么反恐。这就好比2个人在村口约架，巴基斯坦拿着板砖说，你再过来我给你开瓢。三哥走在树后面，探出来半个脑袋喊，我今天出门是为了打村里的野狗，我是一个有爱心的人，我不跟你一般见识。这就叫典型的阿 Q 精神胜利法呀。其实2个人心里面都跟明镜似的这看似强硬的表态背后全是为了争点可怜的颜面。咱们先简单复盘一下去年到底发生了啥2025年的5月，克什米尔争议地区发生了点袭击事件，印度那帮政客一看，哎呦，这可是煽动国内民族主义拉选票的好机会于是新德里大手一挥，给我打，狠狠地报复巴基斯坦。5月7号那一天印度空军气势汹汹的就越界了。他们以为这还像以前一样，是去人家后院扔2个炸弹就能回来吹牛的武装游行，结果呢，一头撞在钢板上巴基斯坦这边早有防备，雷达一开，战机升空，直接给印度来了一场瓮中捉鳖。天上到底怎么打的细节咱不说反正最后的结果可以说是把印度空军的底裤都给扒了下来。巴基斯坦后来直接官宣，空战中我们干下来至少7架印度军机。最要命的是什么？这里面居然有3架是印度花了几十亿美元刚从法国当祖宗一样请回来的阵风战斗机哎，这一下可是要了三哥的老命了呀。这个阵风在印度国内被吹成什么样子那可是南亚第一神机是能拳打巴基斯坦脚踢东方大国的王炸呀。结果这还没出新手村呢，直接被巴基斯坦在天上给超度了。西方记者去问印度国防部，人家说干了你7架飞机，还把你的阵风给扬了，你报个数印度官方支支吾吾眼神躲闪，憋了半天蹦出来几个字儿，我们承认有损失，但具体损失多少这是国家机密，不方便透露。哎呦喂，你干翻别人的时候，你连人家掉了几根毛都能出个 PPT， 自己挨揍了就成了国家机密了。所以你看印度这人嘴上从来都是不服软的，但他的身体可是比谁都诚实。刚挨完揍，三哥回来一拍大腿，不行，我为什么说绝对不是我飞行员不行，绝对是我装备不够好。那怎么办？造是造不出来的，这辈子都造不出来的，那就只能买。据印度媒体4月29号自己爆料，印度国防部刚捏着鼻子跟俄罗斯签了个大单子，花大约12亿美元买了300枚远程空对空导弹，准备装在他们那堆老掉牙的苏30 MKI 上。各位，这笔买卖简直是把印度空军的病急乱投医展现的淋漓尽致为啥要买这批导弹？原因太憋屈了去年的那场空战，这印度的阵风战机上挂着法国货流星导弹，这玩意儿在欧洲吹的是震天响，结果到了天上才发现，巴基斯坦的战机上挂的是啥？是咱们中国造的霹雳15E，这仗根本没法打呀。印度飞行员在雷达屏幕上还没有看到巴基斯坦飞机在哪儿呢，
人家的导弹都已经护到脸上了，这就叫降维打击啊！所以印度急了啊，法国人不靠谱，那就找俄罗斯买，指望这300枚俄罗斯导弹能稍微弥补一下射程上的劣势。但是最搞笑是啥？哎，你们知道吗？这批导弹啊，预计交付时间是12到18个月。大哥，你现在买导弹是为了应付眼前的危机，对不对？结果人家卖家告诉你，1年半之后才发货。合着如果明天印巴再起冲突了，这印度飞行员是不是得在天上对巴基斯坦喊话？兄弟，你先别开火啊！我俄罗斯代购的导弹还在西伯利亚清关呢，等1年半咱们再决一死战，好不好？哎，拿这种远水去救近火，也只有3哥的后勤能干得出来。其实经历过去年这场毒打之后，印度军方高层哪怕再蠢，哎，心里面也有一本明账。如果现在再跟巴基斯坦全面开战，大概率还是被按在地上摩擦。为啥呀？因为这不是简单的几架飞机、几枚导弹的差距，这是体系的碾压。咱们老说印度啊是一个缝合怪，空军机库里万国牌，法国的、俄罗斯的、美国的、英国的，后勤检修的扳手都得背个10几种规格。真打起仗来，零件不通用，系统不兼容，哎，整个就是个一锅乱炖。而更让莫迪头疼的，还不是军事实力的暴露，而是印度战略地位的直线坠落。大家想想啊，几年前的印度多狂啊！天天在国际上自称南亚霸主啊，未来的超级大国，全世界哪儿都有他。今天去美国国会演讲，哎，明天去法国参加阅兵，搞得好像地球没了他就不能转了似的。结果呢，一场空战，直接把这只纸老虎给戳破了。全世界一看，哦，搞了半天，你天天叫嚣着要对标中国，叫嚣着主导印太，闹了归齐，你也就是个能跟巴基斯坦打得五五开，甚至还稍微吃点亏的中等国家呀，这就很尴尬了呀。最先翻脸的啊，就是他们心心念念的美国大哥。哎，各位要知道，董王是啥性格呀？那是极其精明、无利不起早的商人。董王一看印度这拉垮的表现，再看印度那点可怜的实力，直接大手一挥，什么美日印澳4国集团，什么印太战略，全是赔钱货，不玩了。美国人对这个反华小圈子失去了兴趣，这就等于直接一巴掌打在印度脸上。哎，你没有利用价值了。以前美国惯着你，是希望你能在边境上给中国找点恶心，结果你在中印边境挑衅失败，被解放军一顿胖揍，转头去打巴基斯坦，哎，又被巴基斯坦干碎了阵风。你这当炮灰都不合格啊，那谁还带你玩啊？那反观巴基斯坦啊，为什么底气这么足？为什么敢指着印度的鼻子骂？首先，人家自己争气啊，巴基斯坦不搞什么好高骛远的大国梦，人家务实，每一分军费都花在刀刃上。更重要的是啊，他背后站着2尊大神啊，一尊是中东土豪沙特，给钱给能源支持，那另外一尊啊，就是咱们中国。现在巴基斯坦空军的脊梁骨是谁撑起来的？是咱们出口的歼10战斗机和枭龙战机。这2款战机配合在一起啊，再加上前面说的霹雳15E空攻导弹，直接在南亚天空拉起一张密不透风的防护网。什么法国阵风、俄罗斯苏30，在咱们这套成体系带预警机指挥的空战网络面前，那就是活靶子。那有了这套装备，巴基斯坦空军的实力可以说是脱胎换骨呀。人家不惹事，但人家绝不怕事。更别提在外交上，中国给巴基斯坦提供的强有力支持。现在的南亚局势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有意思。印巴双方啊都在憋着气，都在疯狂的提升军事能力。这按理说这火药桶随时都可能炸，对吧？但是我今天把话撂这儿，近期内印巴爆发大规模全面战争的概率极低。为什么？因为大格局不允许。中美这2个大国都不希望南亚彻底烂掉。巴基斯坦有我们和沙特兜底，不可能主动去打全面战争。而印度呢，他自己短板太多呀，国内是一堆烂摊子，加上美国现在也不给力了，他根本没有打大仗的本钱。但是这口气，莫迪老仙咽得下去吗？肯定是咽不下去的。他不服的不是打不过巴基斯坦啊，他不服的是自己大国地位的破产。那老仙现在等什么呢？告诉各位一个特别搞笑的事儿，新德里县的政客们正眼巴巴的把目光投向2028年的美国大选。他们在指望什么？指望民主党重新上台，指望美国重拾那个所谓的联合盟友遏制中国的战略。他们觉得只要这个美国一招手，
他们印度就能再次充当反华急先锋，就能重新回到国际舞台的 C 位，继续装他的超级大国。各位看到没有？这就叫巨婴心态啊！哎，自己拉了垮，不去找自己的原因，不老老实实的发展国内制造业，反而去寄希望于2-3年后另外一个国家谁当总统。别说2028年美国谁上台还不一定哦，那就算真的是民主党上了，世界的格局早就变了呀。中国现在这体量这实力啊，美国自己都得掂量掂量，还能轮到你印度在这狐假虎威？咱把话往回圆哦，这印巴空战1周年啊，其实看透了就是2种国家心态的碰撞。印度不服气的是那个无法接受失败的脆弱自尊，他们沉迷于纸面数据的堆砌，大把大把的撒外汇去买俄罗斯导弹，买法国飞机，试图用这种花里胡哨的进口货来掩盖自己国防工业就是个露天汽配城的悲惨现实。他们看似张牙舞爪，其实外强中干，每一次的边境挑衅啊，最后都沦为了毫无意义的自我消耗。他们的克制啊，不是因为他们热爱和平，而是因为他们硬实力不足，打不过只能认怂。而巴基斯坦不服气的是主权和尊严绝不容挑衅的底线。巴基斯坦没有印度那种动辄要统治宇宙的野心啊，但是人家有韧性，不盲目跟风买，而是深耕自己的体系优势啊，跟咱们中国搞深度合作，强化自主研发，在稳步提升硬实力的同时，把国家的脊梁骨给挺得直直的。他们的强硬啊，不是为了挑事儿，而是有了底气之后的坚守。所以啊，印巴这场100年博弈根本就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如果印度还是这种浮躁的心态，靠着买几根俄罗斯的烧火棍就能改变命运，那他的野心迟早会把他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而巴基斯坦的坚韧，终将让他们在捍卫主权的道路上笑到最后。因为这个世界的铁律永远是真理在大炮射程之内，而尊严从来都是靠自己的拳头打出来的。好了，今天跟大家聊到这儿啦，我是小兰，咱们下期再见。